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今天我们是讲了中级班的时间波，就是我们中级班的第5堂课。那上一堂课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就所谓的当冲跟短线冲的部分，把时间辅佐形态，大概把时间波算出来，供大家做参考。那大部分的投资人呢，都是做股票投资为主。那你说，如果我想做的比较长一点的时间，我不做当冲，那我也没有做很短，我希望做一个波段呢，那今天 Judy 就来教你。OK， 我们请那个导播帮我们放一下图片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短线及长线的短线及中线的投资规划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一部分的话是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说过了，那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理论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当一个小的 A、B 段时间出来，比如说他花了一个时间工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迅速算出来，就是说4高完成大概的时间。那这样是不是大家在做所谓的短线跟中线投资会比较容易点呢？那好，接下来我们直接看，就是在时间波循环这个地方呢，就是 Judy 整理出来一个速算的方法。那它的缘由呢，就是上个礼拜有说过，就是江波图大概40分钟到60分钟，它形成一个极短线的起涨 N 型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备注成1高，所以我们用40分钟乘以那个基数是7的话，大概是280分钟。如果用60分钟乘以7，大概420分钟。所以当一个江波图如果从底部往上攻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算出来，就说这个涨势大概可以持续到1天到1天半之间。那你就不会在刚刚起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只交易个几分钟你就跑掉了。那如果说回档的时候4高完了以后，它这个地方又 N 型又扩大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把这边记录成为2高。所以这样一直算下去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 1.04 再去乘以7天。然后1.56再去乘以7天，也就是说乘以7，基数7，我们就可以发现说，一个超大 N 的 A、B 段大概7到11天就可以形成，然后它的 N 型如果再扩大的话，就会变成15天到27天，就是一个极短线的起涨 N 型。你说你讲那么多要干什么？因为我们后面举实例的时候会用到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是实务篇，实务篇就是我用3月份的反弹的时候做了一个实务的记录，就是这些数字都是它实际的天数，那就是告诉大家说，当市场的资金是呈现退潮，或者说只是一个反弹的话，那理论上虽然它会走7到15天到30天是一个短线起涨 N 型，但是如果说主力的资金不足或市场资金不足的话，它的时间是可以缩短10到20天。好，那我们不管中间的过程，就想看的人就去部落格去看他怎么推演出来的，那不想看的人，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约略记一下。好，10到20天或者15天到30天之间会有一个短线的起涨 N 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那刚刚讲的是短线，那我如果 N 型再扩大呢，就是一个中线的循环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如果用10天到20天去做一个起涨 N 型的话，一样嘛，就是我们去乘以7，然后我们整个短线操作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个月到2个月之间，中线大概是2个月到4个月之间。那如果短线起涨 N 型是15天到30天的话，那我们去乘以7，那当然它的短线跟中线操作时间就会比较长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，就是说，反正一个短线起涨的时候，大概比较短的时间就是2到3个月，那比较长就是4到6个月。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在扩大的话，中间的时间在扩大的话，那操作时间可能长达7到13个月。那当你有了这个时间的速算，是不是我们在操作股票就比较容易了呢？那我们直接看到那个实证的部分，这边你会比较清楚。那我还是再度强调，时间是辅佐形态，你不要用我刚刚跟你讲的数字给我硬套到股票市场投资，然后到时候发现跟你讲时间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跑来找Judy老师算账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时间是辅佐形态，当有冲突的时候是以形为主，不要迷失在时间的陷阱里。这也是唐老师一直不希望把时间波把它规格化的原因，因为他怕有些学生就会死记的时间，然后不去了解形态，然后只去用时间去做投资，那最后有可能会就是说前面都很顺，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失败了，因为他没有学会到真正的道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时间循环这个地方，我先讲一下这只个股叫做中兴电，那它的起涨
N 型的时候，短线起涨 N 型就是这一个 N， 这一个 N 就是这一撇的部分，就是小的 AB 段。我们去看起涨 N 型是一个20天，你如果用60分钟线看出来就会是一个 N， 那它有20天，那我们直接把它乘以7，是不是就140天？那结果它实证呢，就是说我已经先算出来它是140天，然后它的实证出来呢，大概是110天，也就是说达成率大概是80%左右。那你就可以用很多实证去证明，最后你就会归纳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它的时间波有的时候会刚刚好，那有的时候会缩短，有的时候会去扩大，然后你会抓出一个大概的比例。那你自己在做的过程之中，也就是说我已经算出来它大概要涨140天，可是我当这个整个140天，它可能过了6成7成以后，我就要开始注意那个形态是不是会提前结束，然后我们再把每一个时间点算出来，然后大概你就可以抓到。比如说，你看我们看这个大 N 型，它这边是110天，那到了第二个大 N 型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在110天以后，我可能就开始有警戒心了，我要逢高做一个出脱的动作。所以即使那个什么110天到的时候，我发现涨势还没完的时候，我可以一直等到 N 型结束的时候再去做一个出脱的动作。OK， 那接下去我们看第二个实证。第二个实证呢，它的短线起涨 N 型它是18天，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是恒生指数的部分，那我们就用这个18天去乘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理论的7做基数的话，那我们算出来是126天，那它实际的达成的话是77天。那我刚刚跟这个地方跟大家特别强调，我在第一堂课介绍所谓的极短线的时候，因为那牵扯到期货短线的交易，那所以我们的 K 棒是一根一根的数。可是做到股票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操作的标的比较多，我们不可能一根一根的数，天数又比较长，所以我这边又写一个名目的天数，也就是说我把非假日的时候也大概加进去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偷懒的方法啦。那遇到那个唐大师来了，他大概就会骂我说你要一根一根数，不可以这样子用那个名目去算。可是为了求方便，所以 Judy 这个地方是用名目。那至于投资人你想一根一根算呢，还是用名目去算的话，那就看大家自己方便。那前面我有跟大家讲说，我短线扩展到中线的时间其实就是4到6个月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哈，它第一个超大 N 型是6个月左右，第二个超大 N 型大概是4个月快到5个月左右。所以当你把这个时间波记起来的时候，当股票在上涨的过程中，再配合它的基本面、资金面的时候，你大概就可以约略抓到，就是说，这只股票结束的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？那自然而然你就比较容易抓到转折点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实证。下一个实证呢，这是2615的万海。那在这边呢，因为它这个很小，所以因为它后面涨太多了，所以你变成说你要去分时图里面去看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起涨 N 型是18天，然后你就去乘以我们刚刚跟你讲的理论7这个数值来讲的话，那是126天。那实际上它涨完的时候呢，它是涨了111天，那达成率是88%。那接下去它的 N 型又扩大，你是不是又可以用111天去推估后面的第二个大 N 这个地方，它大概的天数是多少天 ？OK， 那它这边扩大 N 出来是253天。那接下去它 N 型因为再扩大，那你心目中可能就知道说可能会1:1，256，也可能比较短，也可能比较长。那在这个地方你心里就会有谱了。那自然而然在冲上去的过程之中，你就会时时警戒。那差不多超过了我刚刚说0.6、0.7那个地方，你就会开始警戒。那当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你没有看出形态，你只是用时间去算的人的话，那很简单，就是我在关键 K 棒的时候教大家，像这种45度往上涨的时候，最后一根红棒的原点跌破。那投资人又在问说，最后一根红棒的原点是什么？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，长红棒的原点就是在开盘价那个地方，它跌破的时候，其实反弹在不过高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。那接下去大家要问，这次跌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自己去算，1、2、3、4，算到的就是它止跌的时候。OK， 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个实证。这个实证呢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的股王系列6415，那同样的一样，它在起涨 N 型这个地方是涨12天，所以我们去乘以7的时候，可以发现就是说推估是84天，但是它实际是110天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，成功上涨 N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，
所以自然而然在这个地方它花的天数就会比较长一点。那接下去呢，它回档守住了1/2，然后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3高跟4高要分别以一个 N 型做一个表达，所以大家可以发现，就是说这个成功 N 型它整个完成的时间就20.3个月，比前面我们所介绍的中兴电或是恒生指数这些要来的时间，甚至万海都来的要长，因为它是一个成功上涨 N，所以它整个所需要时间就会比较长。所以你把时间统计起来，做久了你就会熟悉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例子。最后一个例子呢，我是用纳斯达指数，然后做一个例子。那一样就是说，它的起涨 N 型是比较短，是10天没有错。然后我们算它的就是做完4高是70天，然后你看到了没有？它这个地方出来是84天。所以当你发现时间超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其实它有可能是一个成功 N， 它确实呈现45度。那为什么它的时间会一直扩大，一直扩大？就是说它走完以后，它回档根本不要说1/2，根本就是几乎没回档，又往上攻。其实它这一个波段这个地方，它就直接 N 型扩大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，我们一个中线的话是涨4到6个月，可是你看一看。它几乎都是快到6个月，就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到后面就是 N 型在扩大的时候，它的时间才缩短。所以当你知道4到6个月抓这一个中线的趋势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做起股票来，还有画起形态来会比较简单的一点呢 ？OK， 那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结论。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短线的操作者，它的起涨 N 2到5天，那初始 N 就是11到20天左右。如果它的起涨 N 是7到11天，它的初始 N 就是15天到27天。讲简单的一点就是说，你短线要操作的人就是20天到30天之间啊，你就出场了。那如果你是一个中线要操作的人的话，那它的起涨 N 大概就是1个月到2.5个月左右。那你把它整个波段做完的话，就是一个初始 N 型到4到6个月。那如果你知道基本面，知道它的基本面很强，然后它的那个 N 型有可能再扩大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再把它拉到中线操作的时间，大概就是7到13个月之间。OK， 时间波跟大家所讲的就是一个约略时间，只是希望告诉你说，一个N 型在上攻的过程中，它有一定的循环，有一定的时间。当你有这些时间循环在心中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因为消息面的左右，然后跑掉去卖掉它。那再辅以基本面来讲的话，那你就比较容易抓住形态。那到了最后，我还是要告诉大家，重点是以形为主，不要迷失在时间的陷阱。邱迪老师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第1堂课教的是兵图，我也告诉大家兵图为重，可是我就怕大家学了所谓的关键 K 棒或学了时间波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些都比较简单，所以去忽略了N 型理论，不去画它，反而就是只是用时间或关键 K 棒这些，就是比较容易了解去推论。那到最后，你有可能一路都很顺畅，可是到了末跌段这一块的部分就很容易套牢。OK， 那讲到最后尾声的部分，还是要提醒你，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资料，要去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，那边有比较详细的分析。那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大家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了所谓的短线跟中线的部分。那下一堂课的部分就是时间再延长了。OK， 那今天的节目到此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